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马云被约谈，阿里巴巴被查，最近互联网公司反垄断的事情一直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这一切都是政府要加强对互联网公司监管的开始。关于反垄断方面，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链接观看我之前的视频内容。另外，近期社会各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话题是数字税。2020年末，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现在是时候对数字税进行整体研究了。国内数字税收研究要提上议事日程。证监会科技监管局长姚前也表示，互联网平台的价值来自于用户，基于用户创造价值的理念，作为公众代表，政府是否有必要像征收自然资源税一样，对于互联网平台征收数字服务税，值得深入研究。甚至有人认为，向互联网企业征收以用户数量为基础的数字服务税，收入可以与征收土地出让金相提并论。数字税有可能会成为一项中国本土的创新税种。其他国家针对数字税的研究开始于2015年。数字税收的初衷是解决数字化可能会加剧跨国公司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问题。因为很多跨国企业利用国际税收规则存在的不足，以及各国税制差异的征管漏洞，最大限度减少全球总体的赋税，甚至达到双重不征税的效果，造成对各国税基的侵蚀。数字经济的发展，跨境互联网巨头的出现，加剧了这个问题。国际层面数字税的讨论，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利润在全球各国间的重新分配。最初主要是针对所得税，考虑征收数字税的国家大多是欧洲国家，比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已通过数字服务税法案，依法将对包括苹果、Facebook、亚马逊在内的美国科技巨头开征数字服务税，其计税依据为营业额收入，而并非传统的基于利润。主要原因是营收不像利润那样容易转移至低税率国家。而作为拥有大量互联网公司、跨国公司的美国，一直以来都强烈反对征收数字税。国际数字税的争议核心是跨境企业利润分配。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觉得，跨境数字企业在本国市场挣了很多钱，本国应该有权征税，通过所得税来解决有点麻烦，就采取简单的数字税的方式。国内讨论的数字税主要是针对国内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电商数字交易，而不是跨境交易。目前对于征收数字税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优化完善现有税制，包括加强对数字企业的征税管理，清理现有针对数字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改进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增值税、所得税等。另一种是在现有的税种之外开征专门的数字税。过去10年间，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很快，数字经济产值从 9.5 万亿元上涨到了 35.8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从 20.3% 上升到了 36.2%， 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 GDP。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是让数字经济逆势增长。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在消费整体下降的情况下，网上零售额实现2位数的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到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4.8%， 但是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1.5%，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达到 30%， 比2019年提高 3.2%。现行税制基本要素的确定规则都是针对传统经济而建立的，主要依靠注册地或固定营业场所来征税。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变化对这些规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数字经济业务具有在线远程交易的特征，使得少缴税或者逃税变得更加容易。如果数字企业和数字经济业务的赋税明显低于其他行业的企业，就损害了竞争中性的税收条件，阻碍或者扭曲共同市场。其实大家的传统观念是，一想到鼓励创新，就应该对这些领域尽量少收税，但是对这些领域适当收税并非是不鼓励创新。
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原来适用的税率非常低，商品从境外进口征来的税率比国内增值税的税率还要低，这会打击国内的研发和制造，造成国内国外商品税率的不公平。有人认为将数字税分为两类，补偿性数字税和矫正性数字税。补偿性数字税作为促进竞争的必须工具，用于解决逃税漏税，或者用于消除数字化租金，解决数字经济在征税条件之外的附加损害，包括反竞争、反价格歧视、信息不对等、员工弱势和网络虚假信息等。中国现有的税制有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18个税种，并没有针对数字经济专门开征的税种。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数字经济征税规则并不明确。2011年，武汉市国税局开出了全国首张个人网店税单。2019年开始实施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2020年中，有地方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对比，发现部分平台商家申报收入过低，要求自查并补缴税收差额，但是这种做法被国家税务总局叫停。近2年，直播带货快速崛起，一些头部主播薇娅、李佳琦等设立个人工作室，和过去数年扎堆成立的明星工作室类似，往往注册在能够提供地方税收优惠的税收洼地，性质均为个人独资公司，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降低赋税。目前中国对于个人独资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是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甚至低于 3% 的最低档税率。相比小企业或者个体经营者，互联网平台大企业税收缴纳相对规范，但是仍然有合理避税的手段，比如平台企业在境内设立研发公司，将企业利润归集到研发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再加上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实际税率可能会低于 15%， 甚至在 10% 以内。再比如，由于游戏教育、视频、出版等牌照限制，平台企业在境内设立具有相应资质的独资公司，而这些独资公司往往注册在西藏、新疆等税收洼地，享受地方税收优惠平台。企业通过 VIE 架构将相关交易转移至该独资公司，实现整体赋税优化。在优化现有税制之外，国内数字税的另一种思路是增设新税种，开征专门的数字税。主要理由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作为新生产要素的数据能够产生巨大的价值，具有征税的基础。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用户创造价值，用户越多，平台价值越大。平台价值来自于用户数据，这些数据包含了丰富的经济信息，一旦经过挖掘分析，即可创造出价值。平台掌握大量的用户数据，就相当于掌握了宝贵的矿产资源。政府作为公众代表，就可以像征收自然资源税一样，对于平台经济征收数字服务税。另一方面，一个理由是数字企业具有负外部性。负外部性也称为外部成本或者外部不经济，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或企业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使之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费用，但后者有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现象，或是对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带来的未在价格中得以反映的成本费用。比如造纸厂会污染环境，也会给除造纸厂之外的其他人造成损失，而造纸厂并不把这种损失计算到它的纸张价格之中。数字化企业的一个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是差别定价。以网约车为例，司机根据平台的分派接单，顾客根据平台的数据算法与付费，顾客和司机之间不存在商议价格的机会。这一撮合交易的过程剥夺了双方议价的权利，实际上是平台以算法控制定价权。如果缺乏竞争平台，就可能会导致滥用优势地位，形成差别定价以及大数据杀熟。这一状况在在线旅游平台、电商自营超市、外卖配送领域普遍存在。由于掌握垄断性的数字化力量，数字企业可以通过制造负外部性活动，从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被称为数字化租金。
对数字化租金征税与碳税或者环境保护税的基本原理完全相同，也是让这部分资金回归社会，让利益获取者自己承担这些被转移的成本。对数字征税，首先面临的是数据的归属权的问题。平台数据究竟是属于个人、平台还是两者共有？目前国内外都还没有定论。深圳在2020年8月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提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公共数据属于新型国有资产，归国家所有，由深圳市政府代为行使数据权利。其含义就是数据被认为是国有资产，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公共资源，对公共资源使用企业征税也是在法理之中。数字税目前还停留在讨论阶段，何时能够发布，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数字税的讨论反映出一个趋势，那就是国内数字经济、互联网电商领域将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监管，互联网公司野蛮生长的日子将要终结。如果数字税能够实施，最起码能够压一压互联网大厂们的嚣张气焰。他们的发展毕竟是靠着无数996、116的一线员工用命换来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确能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我们也不能一味的追求财富，而忘记了生命的意义和幸福的滋味。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点开小铃铛。如果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